而且有一个很变态的开心的事情，洋葱式穿搭，真的是不能同意啦。第一眼在网页上看到它，到付款成功，我大概花了不到5秒的时间。我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好朋友站在我旁边，别人是被梦想唤起的清晨，我是被我自己打喷嚏打醒的。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时间呢，不知不觉来到了12月，又一年的冬天来了。上礼拜呢，我花了1整个礼拜给我们家做了一个圣诞大扫除，然后呢，也把我们寒假要出去玩雪的行程定好了。所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要出去玩，采购了一大堆雪国要穿的衣服，然后也整理了我每年冬天都非常爱用的小物们。所以这集呢，我就打算和大家来边开箱边来分享一下我这个过冬经验非常丰富的猫毛人的冬季保命好物们。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第一个呢，就是我去年非常后悔没有买的东西，长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头套。我去年在首尔过冬的时候呢，最常戴的是这样一顶毛毛的帽子。说实话，我觉得城市生活的时候戴这个帽子还是蛮好看的，又保暖，然后又有点造型的感觉。但是，一旦风很大，或者我们去雪场玩的时候，我觉得这顶帽子就是有一点点挡不住的感觉。因为其实它只是让头非常的保暖，然后脸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露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要搭配戴很多像什么耳罩啊、防冻面罩啊、围巾啊这一类东西，万一少戴了某一样，就会变得身上非常暖，然后脸上这些地方就会很冷，那个风刮起来真的会冻到痛的感觉。后来我就发现很多机能的牌子都有出这样子保暖头套，其实这2年有非常多潮流的品牌也会设计这样子帽子、围脖还有加面罩一体的头套，所以这个头套几乎是我从首尔过完冬回来就放在我今年一定要买的一个清单里的东西。然后今年也是看到 Binny Under 上新了这一款，我就快点手刀去下单了。这个头套呢，我拿到之后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雪宝头套，因为我觉得它戴起来之后，整个人毛毛茸茸的，奶白奶白的，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 Pantone 公开了2026年的年度色是云白色。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它会比云白色更加暖色调一点点。基本上所有的衣服都是可以跟它搭在一起的。其实这样子设计的头套呢，它还有一种是下面带围巾的，下面可以再绑起来的。但是我觉得在使用上的话，这样子设计的帽子它会更加实用一点点，因为它可以整一个穿在你的冬季厚外套里面，然后脖子这边呢就不会一大坨东西塞在这边。像比起又戴围巾、又戴耳罩、又戴帽子来讲呢，这样子combine在一起的设计呢，你可以进到室内的时候就直接把帽子翻下来，然后就让它挂在脖子上面，后面就像有一个小帽子的那种感觉，手上就不会拿一大堆的东西。而且我很喜欢它头套里面有一层这样子的保护脸部的设计，因为它翻起来之后呢，刚好可以把鼻子包在里面，这样子呢鼻子不受冻，就比较不容易过敏。说起鼻子过敏，这个绝对是我的冬季必备第1名。其实我1年4季都还蛮需要它的，因为我的鼻子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容易过敏。别人是被梦想唤起的清晨，我是被我自己打喷嚏打醒的。我吧，我每天都跟你打喷嚏打醒。所以在某一次看耳鼻喉医师，那个医师就推荐我说，你可以试试看洗鼻子，这样可以让你的鼻敏感的状况缓解一些。那一次之后呢，我就开始有了洗鼻子的习惯。我一开始以为洗鼻子只是让鼻子更加的湿润一点点，但后来呢，我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发现说，原来病毒跑到我们身体里的时候呢，它第一关是先躲在鼻子后面的这个位置啊，不一定会让你生病，但是当气温骤降或者你的抵抗力非常非常弱的时候，它就突然之间跑出来作怪。所以呢，在它作怪之前，如果用洗鼻器把这个脏东西或者病毒把它洗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大大减少感冒的几率。所以现在我只要去过人多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工作、有什么活动，或者有些时候我觉得空气很干、鼻子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这样子洗一下鼻子。而且有一个很变态的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每次洗鼻子看到我鼻子里面洗出来的脏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疗愈。但是陈老师他就没有办法体会这种快乐。其实我推荐他洗鼻子已经非常非常长时间了，但是我每次让他洗鼻子的时候，他都说我企图淹死他。现在感觉很像溺水。所以这个习惯真的是要越早养成越好。所以在 Lisa 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给她买了这样子的那种喷雾型的洗鼻器。如果大家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正常的洗鼻子的方法，我觉得这样子的喷雾型的可以让你先习惯一下洗鼻子的感觉。它其实喷出来就是这样，这样子的海盐水，然后你也不用调配，就会更加方便一点点，它也会更加的温和。冬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一定是保暖。而且传说中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冷，所以呢，保暖的外套在我这次冬季好物里面肯定是不会少的。对我来讲，最必备的肯定就是气绒外套。我应该是去年第一次买气绒外套，有薄的也有厚的，有日常可以在台湾穿着的，然后也有去雪国玩的时候穿着。我记得我去年有一条蓝色的外套，我当时看到那条蓝色的气绒外
外套的时候，心里只是觉得说，如果去冰天雪地里面穿的话，拍照起来应该蛮好看的。没想到刚好遇到超强的寒流，零下15度。去之前我就觉得非常的害怕，想说这么冷到底要怎么办？我这些小小的衣服它到底扛不扛得住？结果到了那边，真的冰天雪地之下，我完全不会冷，我全身上下只有手是冷的，因为我的手套呢就是随便乱买，但是我全身上下都是非常非常温暖的状态。所以今年呢，我就毫不犹豫的又下单了一件气绒的长外套。我觉得我去年已经有一条短外套了，所以我今年是想要去尝试那种一包就出门那种棉被式的外套，所以就买了这件。我拿到包裹的时候，我以为我拿错了，居然这么的小。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非常的环保。方便，等于买一件衣服还送了一个真空袋。我本来以为这条衣服是纯白色的，没想到是这种有一点点偏奶黄色的。现在它袖口这边已经蓬起来了，我现在亲手捏到它，是可以感受到它的蓬松度非常的好。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暖衣物的小科普好了，我大概是20几岁的时候才知道这一件事情。我以前呢总以为冬天的衣服就是要越厚越好，密度越高越好。结果后来我去了非常非常冷的地方 long stay 之后呢，我才发现说，哦，羽绒衣也好像这一类气绒衣也好，是靠这个绒在里面抓住保暖的空气，然后让整个空气围绕着你，蓬松度越好，保暖度才会越好。这条外套我本来以为它会很重，结果我拿在手里，我觉得我的保温杯比它重多了。脱下来之后，你就会拿在手里面，如果很重的话，你就会拿不动，而且你穿在身上一直走路什么的，肩上的这个重任更重了。而且这件衣服呢，上身之后的状态我也非常的喜欢，它是高领，然后加上防风袖口，腰部这边呢可以微微的收出曲线，完全不像这一类大棉被超长的羽绒服外套的那种一穿就是米其林的感觉。而且这条外套我在下单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他说这件外套可以让你在狂风暴雨之下，在1000分钟都没有问题，就1000分钟之后，它那个水还是可以直接泼掉，里面的绒都还是蓬松蓬松的，柔软柔软的。虽然我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场景我会在狂风暴雨之下在户外站1000分钟，世界末日，但是有这个保障，我觉得还是蛮安心的。我记得去年那件蓝色的外套，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不是突然遇到那个暴雪嘛，所有的人都已经要躲到屋子里面，结果我们一个南部家庭看到雪就很开心啊，就像疯子一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雪里面玩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有一些雪其实在我的身上已经有一点化掉了，但是我只要擦一擦，它就完全干掉了。所以今年出去玩，我觉得风大雨大我也不怕了。期待大雪，越大越好。不知道大家每次去雪国玩的时候，会不会多少搜寻一下雪国怎么穿搭这一类资讯？一般看到答案都会是要洋葱式穿搭，对不对？作为一个在首尔 long stay 过的人，真的是不能同意啦。我个人觉得呢，洋葱式穿搭更加适合像在台湾会冷但不多，早晚还有室内外的温差都不会大到离谱的地方。觉得热了就脱一层，冷了就穿一层，这样子感觉很方便。但是如果你去像日本啊、韩国或者有些欧洲的国家，室内的暖气给你开到爆炸热，然后户外呢又很冷，里3层外3层的洋葱式穿搭呢，跑到室内你会热死。我自己的雪国穿搭的心得呢，就是室内基本上穿的跟在台湾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正常的衣服，比如说像是一些套头的毛衣啊、长袖 T 恤啊，反正就跟台湾秋冬穿的就差不多就可以了，漂亮的、轻松的都 OK。城市内的那种行程的话，餐厅吃个饭啊，百货商店逛一逛啊，会去做捷运，在刚刚我说的这一些正常的穿搭的外面罩上一件像这样子够长、够厚、够保暖、够防风的外套就 OK 了。走到外面你就直接把这个罩起来，走到室内这条一脱，里面是一个有装扮过的人。我每次在分享穿搭的时候，都会有观众留言说：“安娜，请问你的身形的状态是怎么样？请问你穿什么样的尺寸？”和大家分享一个网购衣服基本上不会出错的选 size 的方法。基本上你就上衣看胸围，裤子这一类你就看臀围，然后像裙子这一类就看腰围。我这次呢也想要给大家顺带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一条我选的白色的呢是 S 号的，穿起来呢会更加修身一点点。然后这条黑色的呢是品牌送给我做对比的，它是 M 号的，穿起来呢会更加 oversize 一点点，搭上这样子的 city look 也非常的合适。我自己是觉得像这一类长款的羽绒外套，在冬天真的非常的百搭，基本上你里面穿什么衣服都可以，哪怕是这样一整身的运动的内搭，穿去运动也非常的 OK。沈老师今年呢也为了跟我搭一个 CP look，
所以他自己也下单了一套他去年非常喜欢的这样子的派克外套，而且这条派克外套呢，今年也是升级了新款，下面呢再搭上软壳裤，这样一整套黑白系的情侣 look 呢，就是又甜又保暖。我去年真的是非常非常满意那条蓝色的短外套，所以今年看到 Binyander 他们出了一个白色的短版的外套，就又忍不住下单了，也分享给你们看。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它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纯的乳白色，它会更加像是牛奶味道、香草味道的冰淇淋的那种颜色。我和大家做一个对比，这个呢是刚刚长款外套的白色偏奶茶色，还蛮明显的，这样子看起来对不对？这个跟去年那个蓝色是不一样，我去年那个会更蓬一点点，这一条呢感觉是不知道他们是做了升级还是怎样，它有更多这样子贴合身形的一些走线，穿起来应该会让身形更漂亮一点点。这一条外套呢摸起来材质上跟刚刚这条长版外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是又软又暖。刚刚手是这样套在这边跟大家讲话，结果讲一讲，我觉得这个手我整个要出汗了，好热。像我里面直接搭这条天蓝色的这个内搭，再加上这一条短款的这个气绒服，就蓝天白云。因为冬天常常的天气会是那种阴天，如果一直下雨，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身搭起来，里面搭一个亮一点的颜色，整个状态会更加的 cheer up 一点。殊不知我们现在已经快30度，好热。家里冷气开到爆。其实这一件内搭也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常穿的。像台湾的天气的话，除了夏天之外，基本上都能穿。10几度的时候呢，就可以像我刚刚一样，外面罩一个外套，把它当成内搭。天气再稍微温暖一点点，20几度的时候呢，直接这一身像我这样子单独穿也很好看。直接搭一件白色的牛仔裤，走路也好，还是喝咖啡也好，还是跑行程都会非常的轻松。像这身穿搭的话，我觉得不用去雪国旅行，基本上各个地方的冬天，除了你是住在赤道上那种，几乎各个地方的冬天都可以穿这样子的穿搭。就属于不用想太多，随便怎么穿，套一套就好看的穿法。因为陈老师强烈要求我2件来对比一下，他们到底哪个重。说实话，我觉得以我人类不是电子秤，我就是人类的这样子的手感，我没有觉得这2件衣服的重量上相差太多。但是你一定要看的话，肯定是长款的比较重，毕竟它活生生的多出了个下半身。基本上我觉得它应该就跟一瓶那种市售的矿泉水，可能还没有这么重吧，就这么一点重，非常非常的轻。哦，对对对，因为我前一阵子有收到观众问我，安娜这件外套骑摩托车方不方便，可不可以？本人是因为是不敢骑摩托车，我不会骑摩托车的。但是如果这2件外套它的防风防雨的系数可以这么高，那我可以跟你们讲，这2件外套骑摩托车应该是蛮合适的。我觉得可能短版比较合适。对，因为会 K 到屁股。像有些妈妈孩子他还比较小，就3岁以前，可能常常要抱他怎么样，可能是穿短款会更加行动自如一点点。刚刚我分享的这些穿搭的单品，外套啊，还有这些上衣啊，穿搭的小物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而且冬天夏天都一直在穿的 Binyander。我也会把我身上的这一些同款的链接还有折扣码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你也刚好正在找又好看又机能的外套，还有一些保暖内搭，或者你正准备要去一些比较极端气候的地方，记得去Binyander的官网逛逛哦。一直在讲温暖、温暖、保暖、保暖，讲到我把头发都绑起来，我快热死了。然后说到温暖这个东西呢，接下来这个东西我甚至不敢拿出来，因为我大概从第一眼在网页上看到它，到付款成功，我大概花了不到5秒的时间，就是噔噔噔噔，有没有好可爱？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小玩偶，是一只可爱的粉红色的大象，它其实是一个。我让你们猜好了，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你们猜一猜它是什么，然后放在下面的留言区。答对了，我要送东西吗？这个我们要送给你们。答对了，我就送一个这个头套好了，送一个给你们。准备好了吗？3、2、1，不可以偷看答案哦，要真的先写哦。摆明了要送人家。我们这一集是没有 say 要送大家礼物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刚刚想到。好，我要公布答案咯，它是一个热敷袋哦，不对，是一个冷热敷袋。有没有很意外？这么可爱的外表之下，它居然是有功能的呢。它里面那个填充物是一颗一颗的，只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差不多1分钟啊，拿出来就是热热的。所以呢，最近我们家常常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形，就是把一只粉红色可爱的大象塞到微波炉里面，是不是很可爱？通常我们如果需要热敷的时候呢，都是身体需要一些能量，需要一些疗愈的时候。这么可爱的大象抱在怀里面，是不是疗愈加倍？它填充物主要是在肚子这边，所以头这边它是不热的，就是肚子这边是热的。所以你如果要热敷的话，就这样贴着就好了。肩膀痛，脖子痛，肚子痛，就这样。
虽然它功能上写的是冷热敷袋，但是其实我是没有用过它冰敷的这个功能，因为它如果要冰敷的话呢，就要把这只大象做出更诡异的行为，就是让它在冰箱里面待超过6个小时。那我个人是觉得实在是太奇怪，所以冰敷这个功能我目前自己是没有试过的，但是热敷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大概是我们今年冬天我的冬季小物里面最可爱的一个小玩意了吧。然后这个手套也是我去年后悔没有买的系列之一。在冰天雪地下买错手套真的有够痛苦了，尤其我们又要拍东西。对，陈老师痛苦指数会比我更多一点点。女生嘛，出去玩，如果那个地方很普普也就算了，通常我们就觉得说哦，就出来玩了。但凡那个地方又少见又漂亮，然后男生就完蛋了，他们要给我们拍照。所以去年呢，陈老师就在寒风中零下10几度，他为了给我拍照，然后他那个手套呢就是随便买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我的手机。然后为了给我拍照片呢，他就要把那个手套整个脱下来，露出他的裸手，冻得要死。操作手机啊，操作相机啊这一些。所以我们回来就说，明年冬天我们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们一定要买一双好用的手套。这不就来了吗？这个是我的，跟我的衣服还蛮搭的，它是有分尺寸的，这个就是刚好适合我的手大小的。然后这个是陈老师的，就是有很多颜色。现在呢，我的手非常的温暖。大象，你坐后面，随便解锁就是一个购物的画面。我觉得基本上像这一类型的在户外要操作手机的手套，我对它的要求就是可以滑下来之后，然后正确的点到拍照的这个画面，然后可以按拍照，哦，很顺利。今年你手就不用动了，我的手有救，你的手有救了。接下来的这个包裹是什么呢？暴力拆箱啊！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冬天大家都会有的东西，但你们的不一定有我这么的好用，可以这样讲吗？普通大家说叫发热衣，但是我觉得它一定要证明它的名字就是保暖内衣，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有够保暖的。这一件是我去年买了之后一试成主顾，我真的觉得它好暖，是我人生穿过的最暖的保暖内衣。我自己以前也是去冷的地方会买一堆那种发热衣，但实际上我觉得那些发热衣不论是什么级别的发热衣，给我的感觉都是，如果这个室温是温暖的，我就热死了；如果那个室温是很冷的，其实它也没有发热。这套保暖内衣它整一个造型看起来很像那种滑雪会穿的最里面的那一层衣服，那确实它在功能上也是有做到这一点。像我去年那一件，就是你一出汗，它马上就把那个汗是吸掉了，就不会有普通的发热衣那样子，手伸进去一摸，哎，一层汗。就那种感觉，这个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它做了一些升级。去年是没有拉链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外穿，比如说你是拥有像卡戴珊家族的那种身材，我觉得它外穿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下面再配一个那种休闲一点的裤子，我觉得这一身出去日常的行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女生一定会喜欢的是，它带了胸垫，所以你是不用再穿一条 bra 在里面。官方是说这一条是零下15度可穿，我的穿法就是保暖内衣穿最里面，然后外面呢再加一个羊毛的衣服，然后在外面就是那条蓝色的气绒外套，没有其他衣服了，就这么3件，结果我就可以抵零下10几度。如果大家接下来有雪国的行程，这一套我真的拜托大家一定要带好，甚至可以说，如果你只准备一套保暖内衣，就这一套就够了。最好是2套，不要像你去年一样5天穿同一套。哎，干嘛讲出来啊？我也没有出汗，他都把我汗吸走了，这样一讲更恶心了。接下来这趴呢，就是干燥新人必看的。我先来讲一讲我的润唇膏好了。我刚刚小小的整理了一下我的润唇膏，发现我真的是润唇膏富人1支、2支、3支、4支、5支、6支、7支、8支，这是我现在目前正在用的润唇膏们。我有2个东西，如果我在目之所及看不到，我就会抓狂。一个呢是卫生纸，另外一个呢就是润唇膏。所以我的车上、我的包包里面、我的工作的桌子上、我的化妆桌，反正就是我有可能会待的地方，全部都一定要有润唇膏。哪怕是透明的润唇膏涂在嘴巴上，也会比你不涂看起来整个人要气色好非常非常多。我这边有一些是有颜色的，有一些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的呢，有这一支的 Who， 然后这个呢是冰冰姐他们的 Fan Beauty， 已经用到这样子了。还有这个 Fresh 的 Sugar 黄糖的润唇膏，见底啦，用小拇指抠一抠，或者拿一个唇刷抠一抠，还可以用很久，没有必要浪费，就还是继续在用。我通常是在睡前的时候就会刮
挖一大坨放在嘴巴上，然后就这样去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那个死皮什么都会掉下来。如果死皮在我嘴巴上，我就会一直不停的去撕。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就撕一撕，就嘴巴就会生病。好可怕，好可怕，这是一种病。有些人会去撕那个手指甲上的皮，有些人就会撕嘴巴上的皮。有颜色的唇膜是这一支兰芝的，去年的一个限定款，它很可爱，它是做成这种圣诞糖果棒的样子。它有过期吗？应该没有过期吧。我出门的时候会挖一点点它里面的红色的膏体，然后就涂在嘴唇上，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淡的红颜色，比苹果红再红一点点的那个颜色，它不是那种带粉调。有一些唇彩如果带粉调，擦在嘴巴上脸很容易黄，看起来。然后这一支是我日常也非常常用的一个爱马仕的润唇膏，还有一支没有颜色，刚刚的漏网之鱼也是我常用的，这个也是韩国的牌子 Torridon 的，这一支应该算是网红润唇膏了。通常这一类型的就会比较干一点点，然后这样子管状的会更加的滋润一点点。有颜色的润唇膏，这两支是我今年第一次买的，好像也是个韩国的牌子，叫什么 YNM。这一支 Fresh 这一款叫 Coca 棕调可可色，我直接涂给你们看。现在是我基本上裸唇的样子，其实是很日常的一个颜色。你为什么皱眉？20几岁的小女孩，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用到这个颜色。如果是那种皮肤比较黄或者皮肤比较暗沉的女生，这个颜色基本上上去不会把你的黄气带出来，但是它确实会让你整一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冬天质感一点点。然后顺便给你们看看刚刚我说的这个红色一点点的，就这种苹果色的，看起来会气色很充盈的那种感觉。橘调的就避免吧，很多网络上的教学都会跟你讲说，如果你是日常的带一点点黄调的皮肤的话，就去用橘色调的唇膏，橘色里面有含黄色，就会把你皮肤里面的黄气去综合掉。但实际上我自己涂起来，我没有觉得黄色的皮肤真的很适合橘调的润唇膏，苹果色系血色的那种感觉，看起来会更加的日常一点点。接下来我们再拍一集那个化妆的影片好了，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好多。这是润唇膏，还不含我的口红，我真的是有一大堆这种有的没的，下次再跟你们分享。冬季的化妆，对，我分享一个大家可以在圣诞节、情人节约会的妆容，好不好？大家期待一下。再来就是护手霜，我觉得手是一个非常容易出卖年龄的一个部分，大家会在脸上花很多钱做保养，但是手呢，有些时候生出来就皱皱的、干干的，尤其到了冬天，手部的皮肤不论你有没有做家事，都会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一点点。这两支都是我最近常常在用的，这一支上次有和你们分享过 Juliet 的玫瑰护手霜，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但它的玫瑰味啊没有办法持香很久，基本上你要出去前你擦一下这个护手霜，你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基本上那个香味就已经跑光了。但是呢，像这一支护手霜持香度非常非常非常久，而且它的味道个人特色非常的明显。这支护手霜是我好朋友在挑给他自己护手霜的时候顺带给我带了一支，然后他自己也是常常用这个味道，导致我在用这一支护手霜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好朋友站在我旁边，擦一点点大概可以持香有半天以上吧，滋润度也很好，我很喜欢。有些时候像刚刚运动完或者没有特别的精心装扮，没有涂香水之类的，用一个有你个人特色香味的护手霜，会让整个人的氛围会更加的明显。讲到手部的护理的部分呢，我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一个挽胸，然后手指甲这样子的，它就是保护指甲的一个 butter， 里面那个膏体就很像小护士，或者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紫草膏，浅绿色、浅黄色这样的膏体，然后我在用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用指甲刮下一层，保护指甲不要裂开。它的味道就是有点草本味，跟我之前和大家分享的那支漱口油的味道很像，嘴巴跟手突然之间梦幻联动。讲完了手，脚也是需要保护的人，你们到了冬天会不会脚上的那个皮会很明显？不会，我很容易流手汗、脚汗。像我是属于不太会流手汗、脚汗的人，所以我的手脚到了冬天超级容易干，所以我除了有手上这些保养品之外，我的脚也是有保养品的。我现在用的有2罐，一罐是这个，这是韩国的这个牌子，大家可以自己看，在 Olivia 买的。然后这个呢也是脚霜，是在 iHerb 上面买的。这一罐小小的呢，里面也是像那个膏状，它不是像乳液或者霜的那种质地，抹上去之后就厚厚一层是那种封住，更好的保湿。然后这一罐就比较特别，这一罐呢它里面好像含一些什么酸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种脱脚皮的那种角膜？虽然撕脚皮很爽，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脚皮掉的到处都是，实在是有点恶心。这个就是敷在那个脚后的角质层上面做一个软化，然后你就在洗脚的时候就稍微搓一搓，隔几天你就会发现说你的脚会比之前变得更
润更嫩。如果你的脚有跟我一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买这一罐。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烦人的问题？你像夏天我们穿 T 恤或者一些薄的衣服，你出汗了肯定会去洗嘛。但冬天你就会常常会觉得说，我这件衣服才刚刚穿一天，没有到很脏，但好死不死，今天你同事就约你去吃火锅，约你去吃烤肉，吃完之后那条衣服上面就很臭，隔天去上班，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前一天晚上晚餐吃什么。所以呢，我冬天的时候就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衣服的除味喷雾。这是一个韩国的牌子。为什么我会买韩国的牌子？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的逻辑，就是因为我觉得韩国人做衣服除味这个东西很值得信任。我们去韩国吃烤肉也好，吃火锅也好，反正任何只要散发出味道那些餐厅，他在结账的时候门口都会有一瓶那个除味的东西让你喷，确保你喷一喷之后，你那个昂贵的大衣，花了不少钱的那个大衣或者那些羽绒衣、气绒衣上面就不会有什么味道。它的香味的选择超级多，像我这一支是97号，就那种棉花很干净的那个味道，就不是很浓，很清新，很清新。反正你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味道，这样子你的大衣就不用一直去送洗。不过呢，我们最近其实一直在考虑那个电子衣橱，感觉到冬天如果家里有个电子衣橱的话，会比这样一直喷就好像更加进阶一点点。所以电子衣橱究竟好不好用呢？如果有使用过的观众，欢迎在下面和我分享你们的心得，因为我确实有点被韩国的电子产品伤害到。我在家里买了这么多韩国产品，韩国的家用电器，在我那条分享家电的影片下面，大家都在那里说我只看外表，只有傻瓜才会相信韩国人的家用电器，我真的很受伤那我真金白银买的所以我这次呢，我就决定要好好的听一听大家的建议。如果大家觉得电子衣橱好用，或者有什么样的使用的状况，或者有什么灾情，欢迎来下面和我分享。好啦，以上就是今年度的冬日必备保命好物啦。我一直都觉得让生活变得更舒服、更精致、更放松，从来都不是靠什么翻天覆地的大方面的改造，而是就是靠这些生活里面随手可以拿到的这些小小的物件。不管是让皮肤变得更加的滋润，嘴唇变得更加的有光泽，还是你出门穿得更舒适、更顺眼，回到家之后你的外套不会臭，就是这一些小小的事情连接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希望今天的分享也可以让你这个冬天有更多的生活小灵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刚好有看到喜欢的穿搭还有小物，记得去资讯栏找找链接还有折扣码哦。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